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清水忍先生所著的《逻辑减肥3个月，打造自动变瘦的身体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就当试一试，让全身脂肪自动燃烧，外貌将大幅年轻化；第二，确保腹部平坦，3个月内拥有再也不会胖的身体的惊人机制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就当试一试，让全身脂肪自动燃烧，外貌将大幅年轻化。很多人可能都会想，我也想通过减肥获得健康的身体，我想恢复年轻时那种朝气蓬勃、美丽动人的外貌。肥胖不仅影响外貌，更危害健康。肥胖容易让外貌显得不佳，但它对健康的威胁也不容忽视。肥胖导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炎症。当身体处于肥胖状态时，脂肪细胞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，特别是内脏脂肪，会分泌如脂肪因子和细胞因子等炎症物质，导致体内出现慢性炎症反应。只要不摆脱肥胖状态，您的身体就会一直处于燃烧状态，最终危害健康。慢性炎症的危害。慢性炎症不仅会让身体容易疲劳，大脑难以运转，还会引发多种疾病，如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，甚至是癌症。炎症长时间持续会破坏细胞和组织，使免疫系统衰竭，全面损害健康。因此，尽早改善这一状况非常重要。错误的减肥方式。尽管减肥是必须的，很多人却在错误的方法上屡屡失败。比如，许多人追求短期快速减肥，1周减掉3公斤或1个月减掉10公斤。这种方法需要极大的意志力和忍耐力。然而，这种方式通常导致反弹。过度压抑食欲最终会导致暴饮暴食，一旦开始就难以控制，体重迅速反弹回去。恒常性对减肥的影响。为什么会反弹？这是因为人体内的恒常性机制在发挥作用。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会尽力维持脂肪、体重和肌肉的稳定状态。当出现大幅度的变化时，身体会将其视为异常，发出警报，促使我们恢复到原本的状态。因此，急剧减肥的方法不可持续，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。要摆脱这种困境，就让我们从正确的方法开始，一起探索如何在3个月内打造自动变瘦的身体吧。例如，人们普遍知道，年轻女性如果在短时间内急剧减肥，可能会出现月经停止的现象。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由于脂肪量急剧减少，大脑将其视为一种危险信号，并进入低能量状态，从而防止怀孕的反应表现。如果体重急剧下降，大脑会将这种情况认定为生存危机，并启动紧急警报系统。这种警报的信号就是再瘦下去就不行了，赶紧恢复正常。如果不吃东西就会死。因此，即使我们头脑上想着不能吃东西，吃了就会反弹，所以要控制，也很难实现。即使是意志力极强的人，也无法对抗这种本能的呐喊。对我们生物而言，生存下去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因此，当感到饥饿时，所有生物都会接收到吃东西的信号。如果依靠意志力强行不吃东西，饥饿感会逐渐增强，最终大脑会发出再不吃东西就会死的强烈警报，并不断在脑海中回响。减肥就是通过意志力压制这种吃东西的信号。然而，想通过意志力去压制本能发出的再不吃东西就会死的强烈呐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无法成功实现快速减肥的原因之一。此外，减肥时，大脑和身体总是想回到舒适区。人类的大脑和身体本能地厌恶痛苦和困难，这种特性不仅适用于工作、学习和运动，也同样适用于减肥。强忍着不吃想吃的东西，是一种痛苦的体验。人类的大脑和身体并不适合长期忍受这种痛苦，因此，身体和大脑总是试图选择更轻松的方式。所谓的舒适区，就是指不需要忍耐或努力的熟悉且轻松的环境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
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吃喜欢的食物，这是胖人习惯的安逸世界。胖人的身体实际上是长期停留在舒适区的结果。在这种舒适区中，如果突然采取严格的卡路里限制或饮食限制，身体和大脑会反抗，认为这种新环境过于糟糕，并试图返回舒适区，最终导致暴饮暴食。那么应该怎么做呢？答案是停止急剧减肥，采取一种长期的、逐渐的方式，避免刺激大脑。正如本书标题所示，花3个月的时间，轻松实现健康减肥。换句话说，不要向大脑和本能发送饥饿的信号，而是通过慢慢地、逐步的减肥，让大脑察觉不到。如果大脑察觉到正在减肥，它会发出再不吃东西就会死的强烈警报。因此，关键在于不要让大脑知道您在减肥。只要做到这一点，大脑就不会发出这种紧急警报，你也能成功减肥。这正是本书中最重要的部分。请务必记住这一点，通过每天稍微减少一些卡路里摄入，而不是一次性大幅减少，从而逐步欺骗大脑。一次性减少大量卡路里，大脑会发出出事了，赶紧报警的信号。但如果逐步减少，大脑就会认为变化不大，继续保持正常运作。为了避免大脑的警惕，我们需要花时间逐步减少摄入量，巧妙地欺骗大脑。具体来说，每天减少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是必要的。这样的话，大脑和身体不容易察觉。而且，即使是微小的卡路里减少，如果每天都减少，整体摄入的卡路里就会减少，体脂肪也会逐步减少。如果坚持几个月，即使是每天少量减少，最终也能显著减少体脂肪。你会发现，几个月后，体重可能会减少5公斤、7公斤。成功减肥，这正是轻松、健康且成功减肥的唯一方法。此外，我还希望大家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在减肥过程中，饮食占90%的重要性。很多人一提到减肥或瘦身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运动。的确，通过运动燃烧卡路里，似乎可以减肥。然而，我必须明确告诉大家，在减肥过程中，饮食占90%的作用。即使您努力运动，仅靠运动也不能减肥。力量训练本身并没有减肥效果，即便是像步行这样的有氧运动，哪怕再努力，消耗的卡路里也非常少，根本无法达到减肥的效果。虽然运动对于减肥成功是必不可少的，它的作用是提升肌肉力量和心肺功能，从而提高日常的卡路里消耗量，但仅靠运动来减肥效果非常有限。因此，那些曾经试图通过运动减肥的人，应该明白，运动在减肥中的作用只是作为配角，主角依然是饮食。运动所消耗的卡路里远远低于我们想象的数量，即便是走路1个小时，或是尽力步行2个小时，如果之后吃了一个甜甜圈，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。而且运动本身非常辛苦，很多人都难以坚持下去。既然运动消耗的卡路里不多，而且又那么辛苦，那不如通过控制饮食减少卡路里摄入量，这样既轻松又有效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，所以可以这么考虑：通过将自己喜欢的菜单中以前随意食用的高热量食物，逐步替换成相对低热量的食物，可以轻松减少摄入的卡路里，且不需要运动就能塑造一个瘦身的身体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巧妙地减少摄入的卡路里，同时让大脑没有察觉到您正在进行减肥呢？关于这个具体的方法，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确保腹部平坦。3个月内拥有再也不会胖的身体的惊人机制。前面提到，快速减肥是注定会失败的，所以减肥应该慢慢进行，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，确保大脑没有意识到您正在减肥。具体来说，减少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是不会让大脑察觉的。许多人在减肥过程中会在食量的控制上遇到困难，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知道应该减少多少热量。重要的是，不要凭自己的感觉随意减少热量，
或者依照自己的方法进行。如果您认为自己减少了热量，但实际上可能还是吃得过多，结果就会摄入和以前一样多的卡路里，导致无法减肥。根据作者在减肥指导中的经验，那些坚称自己并没有吃那么多，却总是无法减肥的人，往往实际吃得更多。因此，大多数人需要意识到自己吃的比想象中的多。另外，常见的做法是盲目的减少卡路里摄入，甚至说自己不吃了。但这种方式容易让大脑察觉到您在减肥，从而触发本能的反应，最终屈服于饥饿感而吃东西。所以，食量控制应该是逻辑清晰且合理的。作者提到的减肥方法是通过一个计算公式，明确计算出您每天应该减少的卡路里量，进而进行减肥。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您有效、稳定地减少卡路里的摄入，实现减肥目标。使用这种方法，您可以健康的减肥，并且确保不会出现反弹，从而获得一个持久的好身材。我们将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来具体计算您应该减少多少卡路里。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公式，但请不要害怕，跟着步骤做就好。结论是，如果您一天的运动量不多，开始减肥时，每天的热量摄入量应该是34乘以您理想体重的数字。例如，如果您想达到60公斤，那么您每天的摄入量应该是34乘以60，即2040千卡。换句话说，为了保持60公斤的体重，每天需要消耗2040千卡。如果摄入超过2040千卡，您的体重会增加；如果摄入少于2040千卡，您的体重会减轻。如果您想变成50公斤，那么目标摄入量应该是34乘以50，即1700千卡。每天将摄入量控制在1700千卡，您就能维持50公斤的体重。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，对吧？顺便提一下，关于34这个数字，可能会有人好奇它的来源。实际上，这个34是通过使用 math 的概念和各种计算公式得出的，但您不必过于关注它。说实话，直接告诉大家每天的摄入热量应该是34乘以理想体重会更容易理解。另外，运动量的不同会导致34这个数字有所增加。如果您的运动量较大，可以适当增加摄入的卡路里，但基本上，大家的运动量并不算非常大，尤其是以坐办公室为主的人群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达到理想体重所需的每日摄入热量。例如，50公斤的人应该摄入1700千卡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，如何从现在的体重出发，计算出每天需要减少多少卡路里。在减肥过程中，短期的思维是不合适的，您需要从一个较长期的视角来制定减肥计划，逻辑地看待减肥。请根据您现在的体重和理想体重，使用刚才的简单公式计算出您每天需要减少的卡路里。那么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如何在这个卡路里范围内巧妙地控制摄入量。请大家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学校远足活动。远足时，通常会有一个规定的零食预算，比如最多500日元。为了不超过预算，你会精心挑选您最喜欢的零食，或者选择性价比高的零食。大家都会在零食选择上费点心思。这和减肥完全一样，您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已经定好了，就像零食预算一样，是500日元。既然上限已经确定，那么您就可以在这个范围内，像选零食一样，选择您喜欢的食物。当您被告知每天只能摄入这么多卡路里时，可能会觉得就只能吃这么多吗？而产生负面情绪。但我希望您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，既然摄入的卡路里已经有限制，那么您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，享受美味。既然上限已经定好了，您就可以更有选择性地挑选食物，而不是随便吃一些不喜欢的东西。如果您开始认真选择食物，您会发现控制摄入的量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小技巧来实现。比如，多摄入瘦肉、虾、鱿鱼、鱼类、蔬菜、水果、果冻、冷豆腐、鸡胸肉、希腊酸奶等。您还可以将平时喝的含糖咖啡换成黑咖啡，或者把平时喝的果汁换成绿茶。
改变饮料选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。您能做到吗？要想成功减肥，短期的思维是绝对不行的。相反，如果设定一个3个月左右的目标，那么您就不需要进行那么严格的卡路里限制。接下来我还想分享一些方法，帮助大家更轻松地减少卡路里。比如，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不再吃第2碗饭。每碗米饭大约有250千卡，因此单单不吃第2碗饭就能轻松达到您每天需要减少的卡路里量。如果您过去有吃第2碗饭的习惯，单纯的停止这个习惯，就能帮助你实现大部分的合理减肥。另外，不再纠结吃剩下的有点可惜的想法也非常重要。我们在已经吃得很饱的情况下，仍然容易吃得过多，原因之一是我们总觉得剩一点有点浪费。大家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虽然已经吃得很饱，但看到盘子里还剩下2个炸鸡块，或者虽然已经很满足了，但发现甜点果冻还剩一些。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？在这种时候，很多人会想，再吃一点也没关系，反正还剩这么一点，于是就会在已经饱了的情况下，摄入额外的卡路里。但其实，只要停止这种习惯，很多人就能减少100千卡甚至200千卡的摄入。所以不要再想着浪费了，而是可以考虑将剩下的食物留着，准备下一餐吃，或者带回家。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是非常有用的。如果是外出就餐，考虑剩下一些食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我们不能浪费食物，但如果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，不要因为不能剩下而勉强自己吃下去，这样反而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另外，还有一种既有趣又有效的方法，就是使用小碗来盛饭。事实上，人类的大脑非常依赖视觉。研究表明，用小碗盛食物时，虽然食物的实际量是一样的，但因为碗小，视觉上看起来食物更多，这样大脑就会产生错觉，感觉食物量更多。通过利用这一视觉错觉，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实际的食物摄入量。例如，在2006年，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，是用大碗和小碗盛汤进行实验。结果发现，使用大碗的参与者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吃了更多的汤，而使用小碗的参与者虽然吃得少，但仍然感到满足。使用小碗可以帮助我们吃得更少，同时不觉得饿。另外，2012年剑桥大学的实验中，研究人员让参与者使用小盘子和大盘子参加自助餐，结果发现，使用小盘子的小组总的摄入热量较少。挺有趣的吧？通过使用小盘子，利用视觉错觉和大脑的饱腹感，我们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减少摄入的热量。这一方法得到了多项科学研究的证实，被认为是减肥和体重管理中有效且简单的策略之一。希望大家都能尝试一下。那么，借助这些技巧，能够不费力、不感到忍耐的情况下减少卡路里的摄入，是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的。最后，我想说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，您需要设定目标。作者指出，减肥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愿望的强度，也就是说，您对减肥的决心有多强，这个差异会带来很大的不同。就像要成为职业棒球选手的人，和那些只是模糊想着成为职业棒球选手的人，他们的决心和为此付出的努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减肥也是一样，真正强烈的减肥愿望才会带来真正的效果。如果您对减肥有兴趣，但又总是在某个阶段放弃，或者只有在某些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变得认真，这种不彻底的热情其实是很多人常常面临的困境。因此，那些人最好能够通过设定目标，来提升自己的愿望强度，激活自己的认真模式。比如，作为一名运动员，如果目标是获得金牌，那么他们会不惜一切努力达到理想体重。同样的，普通人也可以设定一些具体的目标，比如希望健康检查指标正常，或者想要穿上自己心仪的衣服。设定这些具体目标能更容易开启认真模式，提高成功的几率。减肥不仅能让您变得健康，
更能改变您的外貌和魅力，甚至是整个生活的轨迹。通过减轻体重和获得理想体型，你会更加自信，周围人也会明显感受到您的变化。外貌的改变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，就是他人的评价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苗条的身材和紧致的身形会大大影响第一印象，人们会无意识地从外貌中感受到您的魅力和自信。当您改变了体型后，周围的目光自然会集中在您身上，越来越多的人会对您产生好感。自信的笑容和举止会使您显得更加迷人。通过减肥和改变外貌，您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大变化，您会获得新的自信，改善人际关系。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理性减肥，迈出人生革命的第一步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